知道吗？你的灵魂千方百计地让你看到这个影片，就是为了让我告诉你，你该醒来了。如果你不小心滑了过去，可能我们下次再相遇还需要几个轮回的时间。灵魂的相遇犹如光束，感恩宇宙，让我们有这份缘分与你共振。上天只会帮助一种人，叫自己救自己的人。我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这个世界上能出现一个救世主，能救自己。但是这个世界的真相是，这个世界没有救世主，唯一的救世主就是我们自己。只有自己才能救自己。不管你当下经历再多的苦，再多的磨难，如果你想要绝地反击，就一定要自己救自己。当你什么时候开始相信你自己可以救自己的时候，恭喜你，你就是你生命中的救世主。自助者天助之。一个人如果到了最谷底的时候，他还不改变，上天就会去唤醒他。他会先用爱去唤醒你，当他发现爱唤不醒你，他就用痛苦去唤醒。发现用痛苦也唤醒不了你，他就用磨难去唤醒你。发现磨难也唤醒不了你，就用劫难去唤醒你。最后连劫难也唤不醒你，就只好用你的生命去唤醒你，直到有一天你能醒来为止。心不死则道不生。你经历的所有痛苦和创伤，都是宇宙为了唤醒你觉醒。人为什么要经历孤独和痛苦呢？很多人都想不明白这个问题。有句话说得特别好，痛苦的背后是礼物，孤独的背后是觉醒。听过一个鹰众生的故事，鹰的寿命是70年，但鹰40岁时，爪子老化，羽毛老化，会老化，抓捕猎物非常吃力了。此时他有2个选择：一，当死；二，自我更新。但自我更新也不见得能活，大多数会死。应首先预备好食物，再找到一个极其隐蔽的悬崖，然后用会猛烈击打岩石，1下2下，经过上万次的痛苦击打，老会才会脱落。长出新会后，又要一个一个把爪子上的老指甲拔掉，过程更是痛苦不堪。这还没完，长出新指甲后，还要一根根地把老羽毛拔掉，每拔一根也是钻心的痛，把自己变成一只秃毛鹰。这时的鹰非常脆弱，能坚持到这一步的鹰不多了。能够活着的，接下来更是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它必须在又冷又饿，又要防范其他鸟类攻击的残酷环境下，煎熬150个日日夜夜，才会长出新的羽毛。这是一个崭新的鹰才算更新完毕。同样，哲学家说，人也有2次生命诞生，一次是肉体出生，一次是灵魂觉醒。当你灵魂觉醒时，你才开始真实的、真正的活着，才会感叹，原来所有的烦恼魔其实是你认知维度的局限。觉醒的过程，首先得质疑和否定自己成型的旧的价值观，再建立新价值观，相当于自己给自己的思想做了一个手术。这种经历是反复持续的，命运之鞭会不断地抽打你，
你必须用智慧对自己反思、批判、质疑、审视、宽容，直到自己彻底的脱胎换骨。这也是不一般的痛苦。就这一点，很多人穷尽一生都做不到。他们只会用鸡汤，用依附他人或者娱乐来麻痹自己，营造虚幻。倘若你大声提醒，打扰他们的好梦，还会遭受谩骂。灵魂觉醒的人特别厉害，他能够放弃这个肉身世界的所有的东西，就是在我们这些皮囊的世界里边，其实关心的都是5个问题：眼、耳、鼻、舌、身的需求。但是这种需求是源源不断的，所以说真正能够觉醒的人，就是把这些需求满足他基本需要就行了，他不再追求这些东西。这样的人才能真正的走上上边的世界，叫灵魂世界。那灵魂要的是什么呢？灵魂要的就是希望有一天他走的时候，比他来的时候能得更多的智慧，及更多的功德。灵魂的世界是无私的，而下边肉身的世界其实是自私的。每个人都有这2个世界，你在下边活着还是在上面活着，由你自己选择。那你现在想活在哪个世界了？你问自己，你想活在肉身世界还是想活在灵魂世界呢？我告诉你，就是一念之间。你这一念之间一个决定，哗的一下就上去，没有这个一念之间，你就在下边。因为人生的所有的一切都是由一念之间决定的，后边的行为构成一个总和，就是生命。你仔细去想，你能把我刚才这段话能听明白，你就厉害了。一般人听不懂。灵魂的觉醒是高级的觉醒，终极的觉醒是唤醒自己、重塑人生的觉醒。灵魂的觉醒是把小我融入大我，最后达到无我的境界。所谓灵魂觉醒，是让我们到达一个新的世界，让我们成为一个新的生命。所以你可以说，我们不仅仅在建造新地球，我们也在创造新人类。离火大运已至，这几种征兆预示你的灵魂开始觉醒了。有些人开始有抑郁的症状，这绝对是征兆普遍度的前3名，并且很多人都会感受得到。扬升进程会从我们身体中清除如此多的黑暗与稠密的能量，以至于我们发现自己在这些能量当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可能觉得事情根本就不会好转，更让人受伤的是，外在世界不再能够与新的更高振动的你达到一致。焦虑、恐慌和歇斯底里的感觉，有需要经常吃的感觉，以及感觉到低血糖的攻击，对蛋白的渴望，这是许多人感到的另一个首先发生的症状。在这个扬升的过程当中，我们身体消耗的能量是惊人的，因为我们简直就是从里到外地被翻出来，身体当中的每样丝的能量都被利用。我发现在这段时间里，最好是仅仅吃蛋白质，并且保持当下。这些低血糖期会来回反复持续了好几年，但随着身体开始调整，身体情况会越来越好。身体不同部位的异常瘙痒和疼痛，这是另一个最常见的症状。
几乎任何地方都显示出来。这是一个清除和释放在三维水平上阻塞的能量的标志，因为我们的其他部分振动频率更高，你身体的各个部位可能会感到疼痛好几个星期，然后就这样消失，没有任何的缘由，持续的颈部和上背部僵硬和疼痛。我们的脊椎有着不同的震动，也连接到更高频率的光。我们身体的这个区域是扬升过程发生的地方。4. 皮肤爆发和排毒。痤疮、皮疹和前麻疹等通常在清理过程中产生，并让你适应更高的能量。皮疹相当普遍，腹泻可持续数周甚至数月。注意你吃的东西，你的身体正在经历激烈的变化，不能处理难以消化的食物。如果您不确定要吃什么，请谨慎识别并咨询您的高我。5. 心痛和心悸。这些症状对许多人来说是常见的。我们的心正试图适应新的和更高的频率。有时你可能感觉到你心脏病在发作。当这种情况发生时，重要的是休息，因为任何运动可能使症状看起来更糟糕。请确信你不会死，有时甚至会觉得你的心脏已经停止了跳动。你可能会感到恐惧，请保持冷静，时刻与您的高我链接，从而获得安心和保证。6. 很深沉的睡眠。当能量调整稍停，我们完成了能量的调整一段时间后，我们会开始需要休息。当我们整合和准备下一阶段的强大的能量转变时，我们会变得非常昏昏欲睡，在白天内可能几乎不可以保持眼脸的睁开。白天小睡可能成为一种常规和必要的习惯。7. 体验情绪的起伏和哭泣。我们的情绪是带着能量的。当我们分崩离析时，我们的情绪会很不定。当我们的感情得到缓解时，我们可能哭泣。当我们看到任何痛苦时，我们也可能哭泣。这些眼泪是一个很好的清洁剂和释放剂。当新的能量到达的时候，我总是能知道，因为我可以在开车的时候就这样子无缘无故的哭泣。这似乎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至少它是没有痛楚的。8. 夜汗和潮热。在某些时候，你会没有任何理由而觉得非常的热。当您的高我由于某种原因而与您接近时，会发生这种情况。他们的能量比你的更密集。当他们靠近你时，你会感到强烈的热量。9. 无法容忍较低频率的一切，不能够容忍三维世界较低振动频率的东西。这反映在对话、态度、社会结构、治疗方式等等，它们让你在内心里面感到很不舒服。当我们开始到达更高的领域和处在更高的振动频率的时候，我们的能量已经不再与旧的外部三维世界保持一致。通过对旧模式的严重不满，我们正在被推动向前迈进，创造新的世界。另外，你可能会喜欢待在家里，或者只是一个人，因为外界的许多东西都不再和你的高频率所匹配。这只是一个非常常见的进化体验。随着扬升过程的继续，
回到较低的维度会让你感觉不太良好，也不会坚持多长时间，因为要降低我们的频率去强迫适应那里，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朋友、活动、习惯、工作和住宅的突然变化，在更高的领域当中，其中一个最基础和最普遍的经验就是吸引力法则。例如，能量会吸引类似的能量，这也涉及到维度层级。我们将永远遇上和我们的频率振动相匹配的东西。随着我们的振动频率越来越高，这种现象会被越来越放大，也成为我们现实和存在的基本核心之一。通过扬升的过程，我们不断超越以往的发展，因此不再符合我们振动的人和环境，就会离开我们的空间。这有时可能会发生相当大的事件，或者纯粹一个小小的期望就导致我们不能像过去那样和他们有关系。绝对不能做某些事情了，你绝对做不了一些违背本心的事。当你尝试做一般的日常活动和活动时，感觉很糟糕，与上述相同，你不再适合旧有的模式了，因为你的灵魂现在是走向更高振动的生活，活在当下和创造的时候了。对周围环境的敏感度提升，明亮的光线、人群、噪音、食物、电视、其他的声音和各种其他的刺激非常敏感，你很容易感觉喘不过气，变得容易受到挑衅。请你确信这最终会过去的，您将能够跳出并控制您想要体验的。嗡嗡声或耳朵的响声，这不是耳鸣，虽然感觉像是由于你当前所经历的事情的结果。另一件很快就会发生的事情就是你的耳朵将进一步改变，你们中的某些人会一直地听到响声，请把它作为一个振动印记，它只是意味着你的振动频率与一个新的非常接近你的另一个现实交互得非常的和谐。坚持住，觉醒就是一个人灵魂，一个人的元神的复活。一个觉醒的人内心里住着一个神明，那个高我可以清楚地看懂生活，大脑皮层中的自己。大家都很感兴趣，一个灵魂觉醒的人是如何在世间生活的？答案是和常人一样又不一样。在觉醒之前，人都宁愿证明别人的愚蠢，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平庸。但觉醒之后，表面上你还是原来的你，生活正常依旧，然而你的内心却发生了本质的蜕变。无论外部环境如何的波澜壮阔，但是你的心始终是平和宁静，并且充满欢喜自在。觉醒后的你不会仅仅满足于追求生存的问题，而是从向外求变成了向内求。你不再会去和别人攀比，不再会羡慕嫉妒别人所拥有的，甚至你会对那些苦苦追寻金钱而丢失了自己灵魂的人报以同情和理解。生活在这个物质世界，他会保持一个超然的观念，道德，一种游戏人间的心态去做事儿。所谓游戏不是吊儿郎当，是自己非常的清醒，内心非常的轻松自在，不被物质所累，该做什么就做什么。
用儒家的一句话就是虽终日挥行而神气不变，俯仰万机而淡然自若。不要小看这个状态，在世间呈现出来的就是内圣外王，一天到晚事情一样不少，而神气无变。实际上他内在的修养神与气没有受外界丝毫影响，因为他认识了真正的自己，完全是觉知力和感受力在与世界互动，全然的体验本自具足，内心淡然自若，却能量满满，合道而行。那么究竟什么样的生活才能让人生充满意义？处在不同阶段的人都有不同的答案。还没结婚的人认为是找个心仪的对象，能过上成双入对的夫妻生活；还在求职的人认为是找份喜欢的工作，有一个适合自己的成长空间；还没买房的人认为是有个安定的住所，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狭小空间；还没买车的人认为是有辆舒适的座驾，能去每一个自己想去的地方；还在创业的人认为是成为市场的黑马，能取得一番翘楚行业的业绩；有所成就的人认为是挑战一切不可能，成为某某榜上最耀眼的排名；躺在病床上的人认为是有个健康的身体，能够自由自在地呼吸外面的空气。而这样的答案都只是阶段性的需求，不是人生的究竟意义。人生的究竟意义是能够贯穿人生始终的，别人抢不走拿不去的灵魂层面的深度觉醒。灵魂觉醒能让人生的每一个细节都充满意义，是真正一流的生活，而不是物质层面带来的短暂欢愉，不尽的烦恼和痛苦。灵魂觉醒的人能让生活回归简单与平静。清净经云：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人心好静，而欲牵之。这个神就是灵魂层面的主人，他掌管三魂七魄，游喜清净，以心为摄，清时三魂安，静时七魄定。魂安魄定，则精气自和，能量饱满充足，智慧生发，故能感应了之一切；而情生则魂入波澜晃荡，欲起则破驰大海翻滚，自身魂魄不得安定，是动了根基，故烦恼无边，苦痛煎熬。清净经又把这种状态称之为沉沦恶道，辗转反侧，流浪生死。而世人却坚定地认为钱能够治愈一切，那是因为钱好比止痛片，每吃一片能麻醉一阵子，一停下来又痛得打滚，越陷越深，永无解脱。真正灵魂觉醒的人能让生活回归简单与平静，穷养身体，富养精神，有了自个独立的精神世界，三魂七魄才能在这个精神世界里安定下来，不受尘缘闹市的车马颠簸惊扰，方能静养长养。故养神之法只有诚其心潜其欲6个字而已。一说到潜欲，不是让你饭不思茶不想，传统文化的知识逻辑不走极端，
是说遣邪欲，把一切没有必要的贪欲遣走即是。无邪欲即是的清净，就好比水不清是因为有泥沙，待到泥沙沉底，自然清澈明亮。所以道德经又对这个遣欲做了更为合理的解释，限速抱朴，少思寡欲。记住，是寡欲，如乌龟一般的少思寡欲，这是养神之妙地也。灵魂觉醒的人，能把生活过得像诗和远方，一箪食，一瓢饮，皆知机缘造化，能够感恩知足，一花枯，一叶落，顿明定数使然，更加珍惜当下。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生好时节。真正美好诗意的生活，是由彻悟人生真谛之后，由内而外散发出来的清澈与明亮，淡定与祥和，不用花费一分钱，便能自由自在进入的人间圣境。而对于没有灵魂觉醒的人来说，一饮一啄都觉得不尽人意，一花一叶都让他悲喜交加。即使身处世外桃源，也只一心在衡量得失，计算春秋。在他们的内心世界，哪有诗情可言，哪有画意可赏？就算上天把整个世界都让给他，还不够他折腾的呢。3000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几成富贵几成亡，你来我往走过场，9万里悟道，终归诗酒田园，一饮一啄皆定数，心安便是好时光，万般妙境皆由心造。心中有诗，随缘处处皆可成诗。现前一念起，只个信手拈来，不增不减，即是佳诗一首。心中无诗，就算独罢唐诗300，搜肠刮肚出，无论如何拼凑，添枝加叶，也难气脉相通。故一流生活的妙地，只属于灵魂觉醒的人，只属于内心清净美好的人。03灵魂觉醒的人，能让朴实生活充满无穷的乐趣。生活的乐趣源自哪里？源自简单朴实的天真，源自善良美好的纯真，源自满怀期待的梦想。一个心事重重的人，亦或是一个充满计谋算计的投行精英，永远无法找到的人生妙地，因为业障蒙蔽使然。就好比老虎找不到肉吃，它就没法快乐；找到肉了，那些看不见的冤亲债主也不允许他真正快乐。生活的乐趣是天然的，是一种纯净无染的法喜，就好比天真无邪的小朋友一般，他们总能找到无穷无尽的乐趣，因为他们的灵魂没有受到染污，无论遇见什么，都能把它当成好玩的或好吃的道具。灵魂觉醒的人，就是洗净这些尘缘世俗的染污，不为那些功名利禄所驱使和奴役，能够与世间万物达成和解。做任何事情不再有任何的目的，只是因为自己喜欢，觉得好玩就去做，就跟天真无邪的小朋友一般，身上不再背负任何压力或来自他人的期望。如此这般，
就是自己做得了自己的主，内在生命开始真正觉醒了。内在生命觉醒之后，一个人所做的一切才开始有了意义，变得生趣活泼起来，生机盎然起来。所有在艺术层面取得成就的人，都是靠内在生命觉醒之后的灵知灵觉成就的，没有例外。内在生命觉醒的人，链接的是三维世界以上的能量信息，与三维世界以内的价值观是截然不同的。也只有这样高维层面的生命体，才能一个人独处，才能更完美地诠释生活的意义究竟在哪。一流的生活不是物质层面的富有，物质层面的富有只能带给一个人极度的空虚和寂寞，因为你一生的精力全吸附在这些沉重的又搬不动挪不走的有形物质层面，它们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石一样的吸附着你的灵魂。一流的生活只是灵魂世界的觉醒，没有了外在物质的吸附，自在空空无拘无束来去自如，没有了牵挂，也没有了烦恼。这样的生活是用富可敌国的财富也买不来的人间清醒呀。灵魂觉醒的人能让生活回归简单与平静，灵魂觉醒的人能把生活过得像诗和远方，灵魂觉醒的人能让朴实生活充满无穷的乐趣。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回复一句灵魂觉醒。愿人人都能开悟，都能平安喜乐。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